每天凌晨4点，70岁的孙恩师傅都要到禅城最大的批发市场，寻找合心意的猪蹄。今天他最小的徒弟于秀丽，第一次跟他一起选购食材。230斤，呢隻有成300斤。300斤。呢啲咁大隻我哋唔啱啊，師傅，即係太長啊。太長。我哋就要啲85、86嘅豬腳。85、86最啱。最啱我哋。係啊。小魚已經學會孫師傅的全部手藝，選豬蹄卻是第一次。基本咧啲批豬就靚啦，表皮咧就冇乜花痕，又滑醬加紅嘅，因為炒胭脂咁啊啲都。孫師傅對豬蹄的要求很高，能入他法眼的並不多。凌晨5點半，終於把豬蹄都搬上車。如此嚴選豬蹄，是因為他們做的是傳承了300多年的佛山傳統美食。孫師傅是這項非遺技藝的頂級技師。小魚最近要帶着這道名菜參加美食推廣展覽，孫師傅特地給他開小灶補習。做扎豬蹄的第一步，剔骨。用利刀自上而下開一條口子，然後將豬腳骨剔出。整個過程必須十分小心，一旦豬皮劃破，破壞品相，就只能棄用了。最難剔的位置是豬腳尖，皮薄脂肪少。角度和力度稍有偏離，就會前功盡棄。慢慢拉刀啊！如果你出嚟咁撳就唔得，出嚟咁撳咧，又好容易將刀跣嘅，一跣咁咪就爛啦。師傅你睇幾靚？豬皮起得差不多了，肉餡兒也在同時準備着。一大早，店裡其他師傅便把爽而不膩的豬頸肉切成條狀，調好味兒。把醃製好的豬肉條逐一穿好，放進炭火烤爐，烤到3、4成熟，香味兒開始外溢，便可取出。但這並非最後一步，還要把調製好的秘製醬汁撈勻豬肉，再醃製40分鐘。最後，把這些豬肉條切成10厘米長、3厘米寬的薄片。這些豬肉的加入，賦予了佛山韻扎豬蹄與其他豬蹄不同的風味。孫師傅，啲肉燒好啦喎。好。哦，多謝明哥。開檔嚟。以前咧一層瘦啊，一層肥啊，家下咧就2層瘦啊，1層肥。把豬肉片放進豬腳皮，肥瘦相間，整齊碼好。每個邊角用肉碎塞滿，直到豬蹄恢復飽滿的外形。隻手指夾住，唔夾住佢一邊標上係唔齊整。再用水草將豬腳裹紮嚴實。忙活了一上午，師徒倆僅僅完成了扎豬蹄這一步。接下來，韻製即將開始。用30多種純天然材料製成滷水，再將捆紮好的豬蹄進入滷水中，用明火慢慢煮1個多鐘頭。一隻隻甘香美味的韻扎豬蹄出鍋了。不過，看着熟透的豬蹄，還不能夠大快朵頤。加番草，我喺條定型棍咧掹出嚟，再綁嗰啲
新鮮嘅水草落去，咁啊靚仔啲。紮完咧就揾鹵水撈落去，2分鐘到咯。第一消毒，第二好味些少。韻不同于卤，前者用了香料赋予食物香气和味道之外，还利用了适当温度的调味液作为介质，为食物杀菌保鲜。把猪蹄切片，放进瓦罐中，淋入卤水，可以保存3、4个月。300多年前，这种手法就可以将佛山扎蹄带到远离产地的地方品尝。至此，佛山韵扎猪蹄名扬天下。这家300年的老字号，从古时老铺搬到郊區，顧客也一代接一代地追隨下來。細個嗰陣咧，屋企好窮嘅，咁啊逢年過節咧，阿媽先會買少少俾我哋家下菜咁嘅啫。所以而家大個咗咧，啲好中意追翻呢種味道，得閒又帶翻阿爸阿媽嚟試下，再食翻。整根豬蹄在食客面前早已偷梁換柱，順滑地被切開，一片片粉紅玲瓏心，入口皮脆肉香，鮮甘可口。韻扎豬蹄的製作工藝有大小工序30多道，即使是熟練的老師傅，一天最多也只能做20多隻。孙師傅堅持這行已經30多年，但願意入行的徒弟越來越少。在與特殊學校多次聯繫溝通後，孫師傅終於迎來了他19歲的小徒弟，暫時保住了老字號的傳承。當然，要論只要味蕾過癮，哪管食材美醜的話，怎能不提蘆洲島上的跑海人呢？春季的时候就天亮前吧，就是6点左右吧。夏季的时候应该是4、5点就出了。浪不是很大啊，我们可以抓螃蟹，还有抓那些墨鱼了啊。清晨，蘆洲岛上最年轻的跑海父子兵已身在海上。清明节将至，父子俩今天的目标是一种长相奇特的生物。今天的目标是虎斑乌贼，有难度了，因为我们那个镇江的拜祭祖先啊，要那个虎斑和乌贼，清明前就多一点，过了之后就很缺了。虽然很辛苦，但是收获还是不错的，比打工好得多了。好了，下完一。今年27岁的小黑是岛上的第5代渔民，刚刚下完，和父亲的埋头苦干相比，小黑的跑海方式更着重于分享。分享战利品，分享美图美景，分享收获心得。马上开啦，第2包网啊！我希望那个墨鱼满载而归，还有那个螃蟹啊，越多越好。上货了啊，上了一个3点蟹。哎，哈哈哈！慢点，帮忙那个，可以吧？哈哈，哎，运气还是不错的。今天有收获了，有了4只了啊！还算不错吧，捞了几只，差不多照这种价格也有几百块在里面，还算运气好。小黑捕捞到的墨鱼学名叫虎斑乌贼，洞部呈盾形，洞背具有虎斑纹，口腔藏在头顶上，口的周围有8条腕。还有2条长长的触腕。大的虎斑乌贼有将近10斤，遇到敌人时会喷射墨汁，趁浑浊污水而伺机逃离。在湛江，墨鱼是清明祭拜的必需品，用原汁墨鱼祭拜祖先，祖先会保佑子孙后代杜庄墨水，学业有成。在老广的食谱里，墨鱼的吃法5花8门，
墨鱼切花后白灼蘸芥末，热油猛火爆炒墨鱼片，原汁墨鱼下锅卤水，都是老广最为家常的做法。近年来，粤菜大厨物尽其用，将墨鱼汁融入粤菜，创作出吸引眼球的黑暗料理——墨汁豆腐、墨汁炒饭、墨汁烩墨鱼片等。清明节后，虎斑乌贼远游外海，休渔期也如期而至。小黑的谋生区域只能转战近海，一只鱼叉，一把手电筒，一个浮水胶箱，加上一副自制的潜水镜，就是小黑成套的问食工具。来潜那个乌沙参，每年的那个5、6月份就是那个乌沙参就比较肥美的时候。我那个潮水适合抓了就下去抓，有的时候晚上也可以，有的时候是5、6点，哪个要看那个水清晰度吧。前面1公里的礁石浅滩是小黑最熟悉的地盘，虽是浅滩，但风险却无处不在。吸一口气，前1分钟，如此反复，体力消耗得极快，肌肉因疲惫而抽搐，也是时有出现的状况。有水的时候突然间抽筋，这是不敢动，2个脚趾嘛就打在一块，就动不了，一踢就痛，一踢就痛。有的一个比较浅的地方，一边脚可以站了，就上来就游嘛，再松松那个筋骨就行了嘛。几乎没有借助任何的潜水工具，小黑开始在海域搜索目标，身后还拖着一个浮箱。乌沙参一般藏匿在海下2至4米的礁石底下，要找到它，就要像小黑这样肺部蓄氧，体力、眼力都要甚好才行。抓那个乌沙参的时候，就是它，因为它每次那个涨潮嘛，它就把那个嘴就伸出来，就看到鱼点，然后就拿手拿着那个参的嘴，直接就拉出来了。大部分都是在那个石缝的底下面。海参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海鲜之一，因为其全身长满肉刺，呈菜花状的嘴又硬又黑，而且沙多气腥，被不少人称之为恶心的食物。乌沙参是海参的一种，这种丑陋的食材自有其神奇之处。它遇到天敌偷袭时，会迅速地把体内的5脏6腑一股气喷射出来，瞬间给敌军提供大餐，然后自身借助排脏的反冲力逃得无影无踪。而大约50天左右，它又会长出一副新内脏。一浮一潜，以扫雷般的视线进行地毯式搜索。休渔期后的第1潜，收获还算惊喜。上岸后的小黑匆忙赶往表哥的海产店，打包冷藏是保持海参鲜度的有效方法。嗱，你喺成喎，可以嘅話，好多計啊！啊，就就一個朋友拖，你喺成一都可以幾廿件啊！可以嘅咯，哦，喺成種子娃娃都，仲有話到，對啊，呢一個嘢喺頭崩機啊！可以有開有呵。開對對。在疫情的笼罩下，网络销售成了小黑和表哥的唯一出路。小黑每天跑海的渔获，绝大部分经网络销往外地。没想到，这反而比在当地的收入更可观一些。海参，这种被其他国家拒之门外的怪异食材，向来是老广家宴上的珍贵之品。葱爆海参、凉拌海参、海参蒸蛋，10个老广就有10种不同的烹饪方式。而在挠洲岛，渔民却通常用乌沙参焖鸭或炖鸡。来了，海参焖鸭来了啊！吃，快吃了。我講招你啦。有啊。俾照啊，挨鬼那个就啥？
海洋是人类的粮仓，那些来自海洋的慷慨馈赠，从外表到风味，每每令我们惊叹，会情不自禁猜想，这一片深蓝里，究竟还隐藏着多少奇特的生物？要想得到海底世界的这一口鲜美，需要勤劳加勇气，技术加坚毅，才能换取。1年前，因为热爱赶海，勇气爆棚的黄贤栋放弃在深圳优渥的工作，回到故乡继承祖业，成了红海湾的新渔民。不是每一次的放弃都能迎来新生。1年过去了，黃賢棟的漁民生活還好嗎？係原來。係。我落邊叫做高鐵啊，但同埋值得我哋高鐵。好啊好啊好啊，你遐咯，但免夠你媽教，用來技術啊，我做好而家喺年代，一起咯，頭呢件事啊，啊必須都係，好。7月頭1周，新漁民黃賢棟和妻兒迎來了疫情後的第2次相聚，這距離上一次見面已整整2個月。是今天的漁獲，這個是海膽、石頭蟹，這個苦螺雖然長得醜，但是很鮮甜。沒有老婆的支持，我也不可能回來紅海灣趕海。去做吧，給你1年時間，不成再回深圳工作。這是妻子在2019年10月給黃賢棟的回復。在妻子的鼓勵下，黃賢棟放下了平面設計師的鼠標，轉身走回了祖輩的謀生之路，趕海。這邊資源豐富，我也喜歡做我自己的事業，拍視頻啊什麼的，把自己家鄉的美的一面，很好的一面，然後展示給外面的人看，然後讓更多的朋友來觀光旅遊。距離黃賢棟與妻子的1年之約還剩3個月，黃賢棟的漁民之路真的能順利走下去嗎？哎，看了，王價。石板燒油斑仔，海蟹砂鍋粥，清水煮苦螺。在過去的10個月裡，黃賢棟除了熟悉趕海捕魚的技巧外，還在烹調海鮮上下了不少功夫。點啫？啥？即係香嘅會冇啫？要啫。唔會吸金碟啊？我唔會啲啊。吸啲1年嘅時間熬幾日10個月嘅，春暖過呢一陣班。我感覺趕海咧，慢慢啊，想轉變為別行新嘅機遇，做成日做工可能會較難經定，但是時間還是唔是一創作到先，靠家己去盡力去做咯。啊，做幾做，如果實在無變咧，喺度做唔起咧，天注定。我早有掛去導演來啊，伊困難去多看，我早多通去那件嘛。好，都坐好了，不要害怕。哎，前面就是青鸟尾岛，我們平時趕海就在這附近，在那附近的話抓蛇鰻比較多一點。這個地方呢，就形式由2個船槳加1個泡沫板改造而成的遊船，是黃賢棟回鄉後的謀生工具。由於跨海的流域水淺石頭多，當地漁民到青鳥魚島趕海，幾乎都依靠這種 DIY 遊船。蛇鰻呢，它喜歡在晚上才出來覓食。今天晚上的話，大概6點多我們才放地籠。啊，我們先過去那個點看一下啊，走。裝捕蛇鰻需要耐性和運氣，2者缺一不可。等待是登島之後的第1步，退潮期下籠，漲潮期收籠是慣有的裝捕技巧。這個是沙丁魚啊，就是引誘那個蛇鰻的，從這個洞口進去，搞個3、4條的，5、6條都 OK。這個東西
一定要搞紧它，不然的话，它松了，然后那个蛇鳗它就跑掉了。然后我去放给你们看。那个地龙就投在这种黑黑的地方，看不到底的，然后投下去，就这样，让它进水。慢慢的，这个留在这里就行了。看一下有没有在那个礁石中间。好，等1个多钟，太阳下山了，我们再过来收，好吧？黄贤栋口中的蛇鳗，学名叫油锥。蛇鳗喜栖息于岩礁的洞穴和缝隙中，以食无脊椎动物为生，日间多会躲在石隙中，只有晚上才会出来活动。油锥生性凶恶，一旦被扰，即会马上还击。好，我们今天看一下有什么收获，抓了几只螃蟹，然后我们等会搞个粥。我看一下，哇，好重，估计这个有了。哇，一只，哇，哎呀，今天不错，那条挺大的。哎，这条有，估计有8、9条了。小的怎么处理？小的扔掉咯，扔掉。小的那个半生了，只能半生了。大了我们就拿去煮。晚上清蒸还是红烧？你们喜欢红烧也行，清蒸也行。清蒸吧。在红海湾烹煮蛇鳗最传统的方式是砂锅焖焗。蛇鳗的处理方式简单粗暴，一把盐巴撒下去，就能让蛇鳗不停翻滚，以此去除其皮脂黏膜。为了防止被咬伤，得先去头，再斩件。当地人会加上生粉、酱油搅拌均匀，下油锅让表皮炸至酥脆后起锅。另一边把备好的五花肉、姜、葱、蒜和辣椒爆香，待五花肉的肥膘油脂爆出后，即下蛇鳗和花生翻炒。与此同时，还得把砂锅烧热，把焖煮好的蛇鳗放进砂锅焗上3分钟。经历炸、炒、焖3个环节后，红海湾酱香焖蛇鳗正式出炉。这个我们当地最常吃的一种方法，就是花生跟那个五花肉一起去焖煮。这个呢就是生焖油锥，这个是清蒸油锥，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味道怎样啊？好嫩，好嫩是吧？今天都辛苦了，大家，赶海都不容易，大家都辛苦身体健康。亲身体验赶海的乐趣，品尝自己打捞回来的战利品，是黄贤栋这份海上导游工作的广告语，也是他开创的另一种谋生方式。你9點票？9點吧。好吧。我過好了。對呀，聽媽媽嚟的咩？尊重是最好的成就，不管1年之約結果如何，妻子都已下定決心，默默支持黃賢棟的所有決定。要好啊，你幾要啊？係。好好的。跟爸爸再見。再見，爸爸再見。与广东毗邻的北海，渔港众多，海洋资源丰富，空气里仿佛都浮动着海鲜的味道。街头的小店里，各式海产类零食更是琳琅满目。天微微亮，北海桥港镇的电建渔港已经是人头攒动。李世超也守在码头等候多时了。作为广西最大的渔港，这里每天买鱼商客络绎不绝。李世超的工作就是将渔货买下来，再转给各个餐厅、超市。每天只要有一条渔船回来，全部人都在这里围观这条渔船，等着他们上货，然后我们去采购，很夸张。包括我也一样，每天都是要跟他们挤。他们也很辛苦了，他们在下面一头鱼抽上来之后才能得1块钱。
桥岗镇当地95%的人都是东南亚归侨和他们的后代，以渔业捕捞为主要谋生手段。最近起风，渔获很少。根据前线渔民提供的情报，今天的虾比较新鲜，但转了很久，都没抢到满意的货。李世超有些着急。不搞你卖不卖？我们2个称。就是啊，你要你就称，不要快点啊！买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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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货买到了。它这冰箱呢有2个品质，一个品质是干死的，一个品质是稍微死的久一点的，就是他们在分。你看这边虾鳃的这个位置变红了，像这种的透明的，很漂亮的。就比这个话就是有2手货在这里，谁赢了，谁就拿那手量的多一点。在以前的时候呢，大家不是很友好的时候呢，就抢货就标价，然后呢，到后面呢，为了防止市场溢价嘛，大家就说哎一起收。李世超祖祖辈辈在海边长大，靠着父辈在码头做海鲜收购的生意，终于走出小渔村。父亲退休后，李世超接棒经营，已有10年时间了。作为渔民的后代，李世超并不想仅仅局限于海鲜的买卖，一直在琢磨着进军食品加工业。今天供货商送过来的野生海鳗，正好可以制作本地人最爱的鳗鱼丝。沿着鱼骨整齐切开，去除内脏，再仔细清洗。清洗它那些血水，不然的话它做出来之后它会有异味，那味道很难受，吃不了。清洗完之后呢，进行一个腌制的过程，是淡盐。就像这样子，每条鱼都要铺上去很均匀的盐，让它保留它的水分不会丢失，鱼肉更饱满。一般的话，我们只是简单腌了半个小时之后就开始洗干净，拿它进去烘房里面烘干。所以我们本地人都喜欢吃这种鱼，我们逢年过节我们都是送这种的。经过2天的干燥，鱼肉变得紧实。10斤的海鳗大概能制成3斤鳗鱼干。我们为了好那一口呢，都自己做着吃。像我们男孩子的话，都会有一手这个手艺，因为它这个是喝酒的神器。剪好的鳗鱼丝，下油锅爆香，再放上一点醋，焗上一会儿。一份咸香扑鼻的鳗鱼丝就出锅了，聚会聊天时解馋最合适不过了。本地传统的零食虾条制作更为简单，洗干净的明虾去除虾壳，挑掉每一只的虾线，再配成对摆放在网上，最后热风烘干12个小时以上。做好的虾条色泽金黄通透，零添加，不咸不腥，既保留了大海的鲜甜，又有嚼劲，成功完成了天然食材向零食的转化。在当地，除了这些原汁原味的零食，本地人还开发了各种海鲜的新潮吃法。莫坚玲就是个喜欢捣鼓新产品的90后。因为我们北海的海鲜大多数都是作为干货去销往全国各地，然后呢，我就想把这个海鲜的原汁原味呈现出来。八爪鱼等海鲜白灼，不同口味的锅底煮好冷却，倒进海鲜冷泡入味儿。真空打包后即拆即食，既保留了海鲜的鲜甜，又迎合了现在年轻人多元化的口味。
这些年，新一代的渔民后代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海产捕捞和买卖。李世超和莫坚林两个90后，正希望依托着海产如此丰富的北海，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新，将带着海风咸鲜味的北海零食推向全国，让内地食客也能一解鱼鲜之馋。一年四季花样翻新的水果，是老广们幸福生活的源泉之一。7月，盛夏的广东迎来了水果的丰收季。乐昌市的黄金奈李达到了1年的收获高峰，厨师们将奈李变着花儿样入菜。黄金奈李炒咕噜肉，黄金奈李炒肉片，黄金奈李煮汤，为这个蝉鸣不止的3伏天里增添一丝清爽。除了水果和入菜，黄金奈李还是这个季节最耀眼的零食明星。清晨5点，九峰镇茶料村的李彩雄和妻子谭四香已经忙碌了起来。他们种植的100棵果树迎来丰收，现在正是每天订单爆棚的时候。黎叔他们采摘的黄金奈李，已经在袋子里默默生长了2个月，1年1产，加上只有短短15天左右的赏味期，决定了它物稀为贵，可以卖到10几块1斤。你看这个金黄色的嘛，里面也很漂亮了。其实10年前，本地产的还只有青奈李，当地村民从苹果套袋技术上吸取灵感，在青奈李的生长期用特制的袋子套住，成熟后的奈李不仅个头大，还摇身一变穿上金黄色的外衣。以前的水分多嘛，果子很容易裂，把它套住不用打药了嘛。成熟的黄金奈李，果核与果肉微微分离，似有杏之清香，兼有桃李风味，独特的清甜口感，在闷热乏味的夏天吃上一口，仿佛泡在冷水中舒爽。九峰镇是广东果蔬种植大镇，每天一早采摘的水果将第一时间被等候在果园边的收购商们送到各地。村里人淳朴，发货前都要将每个袋子拆开检查。自己要想赚2个钱，就是要辛苦一点，没什么了。个大好看的装箱打包，个头小或者有点磕碰的奈李，黎叔家便留着自己吃。这些年，家里的孩子都在外打工，只能周末才回家来。李婶和婆婆想赶在周日前做好一批果干，给孩子们当零食吃。好甜啊！挺好甜的。新鲜的黄金奈李一般只能存放3、5天，本地人最直接的保存方式便是切开来晒。切好后，摆放整齐，等奈李接受骄阳烈日的考验。
因为自身酸甜得宜，所以不需要任何人工腌制，便能成为好吃的黄金耐力干。果肉柔韧，入口无渣，还有柔和自然的果香，咬一口就上瘾。这周末，特意留了一些水果舍不得摘的黎叔，总算盼来了可爱的孙子孙女。好了，一个。丰盈的甜蜜果汁，在口腔中绵延流淌。黎叔一家4代同堂，子孙绕膝，忙碌劳作后的幸福，莫过于这一刻。